每次只要看到熟睡的人，我就会在他耳边弹这首歌。通常他们都会立刻醒来，并用双手手掌给予我热烈的掌声。只不过手掌都是。如果将曲名以台语朗诵，也可以得到同样优美的效果。重新发现吉他的美，陈老师古典吉他。欢迎来到陈老师古典吉他，我是陈老师。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是纪念耶稣诞生的节日。最近只要出门在外，常常可以看见圣诞树的摆饰，或是听到欢乐的圣诞歌曲，让人充分感受到节日的氛围。大家会怎么过圣诞节呢？是否有特别喜欢的圣诞节音乐？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们。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提到耶稣，就让人联想到被誉为音乐之父的巴哈。这位被称为史上最伟大音乐家的音乐家，他不只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一生勤读圣经，曾根据圣经内容写出《马太受难曲》这样的史诗级音乐巨作，甚至在他的作品手稿中常可以看到 SDG 3个字母，也就是拉丁文 Soli Deo Gloria 的缩写，意指一切荣耀归于上帝，说明自己的作品是为荣耀上帝而生。这是我们要介绍的音乐 BWV 645 Wacht auf Hoofdwunschdichtdiemer， 就是巴哈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首在安详优美的旋律中穿插着些许悲伤感的乐曲。我觉得好适合在这个特别的节日中细细的去反复聆听品味。BWV 是德文 Bach-Werkverzeichnis 的缩写，也就是巴哈作品目录的意思，是由德国音乐图书管理员兼音乐学家 Wolfgang Schmieder 于1950年完成的一种巴哈作品分类法。作品编号从 BWV 1一直到 BWV 1080， 1081后则是其他附加与新增添的作品。编号顺序与创作年代无关，而是按照作品的题材来排列。例如这次要介绍的 BWV 645就是管风琴作品。额外补充一下，本频道结语中所播放的背景音乐就是 BWV 998当中的副歌，而998同时也是台湾吉他学会检定中最高演奏级的检定曲目。如果平常有在接触古典吉他音乐的话，应该也会常常听到编号995到1000的鲁特琴音乐哦。听到这个音乐就觉得影片好像要结束了，所以我想本期的影片就到这。BWV 645的曲名相当耐人寻味，在德文中 Wacht auf 是醒来的意思， Hoofdwunsch 是呼唤我们， Dichtdiemer 则是声音。如果将曲名以中文朗诵，听起来是相当优美的。醒来吧，有声音在呼唤着我们。如果以台语朗诵，也可以得到同样优美的效果。起床哦，你的泡面如何啊？经过实测后，这首曲子对于唤醒沉睡的人的确有很好的效果。每次只要看到熟睡的人，我就会在他耳边弹这首歌。通常他们都会立刻醒来，并用双手手掌给予我热烈的掌声。只不过手掌都是拍在我身上，所以陈老师也鼓励大家实测看看，并将结果打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哦。那么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BWV 645是管风琴作品，改编自 BWV 140清唱剧作品的第4乐章，并在1748年出版。但不幸的是，在不久后的1750年，巴哈就因病离开了人世。1750年无疑是音乐史上让人记忆深刻的一年，不只因为它是巴洛克时期与古典时期的分界点，更因为我们在这一年失去了一位堪称音乐史上最伟大也最重要的作曲家。然而在这之前，巴哈究竟有什么样的成就与际遇，让他获得这么高的评价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推回到西元1685年。
1685年的3月31日，这天是个星期六。巴哈出生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艾森纳赫，也就是如今德国中部的图林根自由邦。这里有面积广大的森林，因此被称为德国的绿色心脏。巴哈的家族是文化史上名声显赫的音乐世家，整个家族从16世纪到18世纪间诞生了横跨7代的数十位音乐家。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很难想象住在这样的音乐家族中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大概会觉得连厕所的卫生纸也许都印满了五线谱吧。但这样的家庭背景的确让巴哈在年幼时就得到了相当好的音乐学习环境。巴哈的父亲是一名宫廷小号手兼镇上音乐家总监，他让年幼的巴哈学习了小提琴及大键琴的基础。在巴哈10岁时，因父母双亡成为孤儿，但他很快就住进了身为职业管风琴师的哥哥家中，并继续学习键盘乐器。从学校毕业后不久，巴哈就受聘为教堂管风琴师。此时的巴哈不仅已对乐器结构了若指掌，也开始替教会创作歌唱及管风琴作品。之后更陆续在威玛、科滕、莱比锡等地担任管风琴师、音乐指挥以及宫廷乐长。巴哈的琴艺高超精湛，被视为是当代最优秀的管风琴师。但最让人惊叹的还是他在作曲方面的成就了。巴哈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同时也是一位多产的父亲。他先后娶过2任妻子，并生了11个儿子和9个女儿。这惊人的数量，就算要组好几团室内乐团或是2队棒球队都绰绰有余。多出来的人还可以坐在台下当观众。从多达4位数的作品编号，就可以感受到他的作品数量有多惊人。而且这还不包含许多失传的作品，每一首作品也可能有极为悬殊的时间长度差异。例如，有位学声乐的朋友跟你说想要在睡前唱一下只有3分钟长度的 BWV 442，但你却不小心拿成有3小时长度的 BWV 244的谱给他。这除了造成他的睡眠时间直接减半，唱到一半听到鸡叫声之外，隔天你可能还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位朋友突然开始使用手语来交谈。复音音乐指的是可以同时听到2个以上旋律线条的音乐，且旋律线之间各自独立，却又能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巴哈处于巴洛克时期的晚期，这使得复音音乐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巴哈仍然凭借其优异的天赋与加倍的努力，广泛汲取大量音乐作品精华，用心琢磨不同乐器写作手法，以华丽高超而精密严谨的创作技巧，搭配极具深度又饱含哲思的音乐内涵，将巴洛克音乐推展至前所未有的巅峰，并对后世作曲家产生深远的影响。贝多芬在听完巴哈的作品后深受震撼，称其为蕴藏无限可能性的广阔海洋。肖邦给予巴哈最高评价，并鼓励学生弹奏大量巴哈作品。孟德尔颂视巴哈音乐为瑰宝，并在1829年不顾当时音乐权威的反对，亲自指挥演出巴哈的马太受难曲，使生前未受世人重视的巴哈重新获得应有的评价与关注。指挥大师卡拉扬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聆听巴哈的作品，让清泉般的音乐洗涤自己的心灵。在制作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也真的觉得能够在每天早上弹奏这首 BWV 645是非常幸福的高度享受。它的确像是能够唤醒我沉睡心灵的美妙声音。甚至有多位学生在课堂上偶然听到陈老师弹这首歌，只听了2个小节就被巴哈音乐深深吸引，希望陈老师能够在影片中介绍这首曲子。其实每次我都很想问他们说，我可以只介绍2个小节就好吗？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绝对不止2个小节的音乐赏析。我们可能都有这样子的经验，知道要唤醒一位沉睡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不论是字面意义上的沉睡，或者是引申意义上的沉睡，在这种情况下，呼唤者的情绪是有点微妙跟复杂的。他一方面希望沉睡者醒来，一方面又希望沉睡者不要受到太大的惊吓或刺激，所以他的呼唤声会是轻柔的，而且是逐渐增强的。那又因为沉睡者通常不会只叫一声就醒，所以呼唤声会不断重复，也会因此而产生些微的变化。很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不一定是巴哈的本意，
但乐曲的开头的确跟这些特质很相似，例如它听起来是轻柔的，节奏上也有重复跟稍加变化之处，甚至在第一句的后面还出现了完全相同的第二句，感觉真的就像是一段不断反复呼唤着沉睡者的声音。两个一样的句子结束后，也许沉睡者仍然没醒来，所以旋律的呼唤力度增强了，从原本一拍2个音为主的节奏，变成了一拍4个音。这样的改变除了让旋律更加有流动性之外，也让人惊喜，原来在2个一样的句子后面，竟然常有这么优美的旋律发展。在巴洛克音乐中，装饰音的地位非常重要。最初因为大键琴的发音长度比较短，装饰音有延长发音的效果。另一方面，巴洛克音乐的风格是追求精致华丽的，所以乐曲中常出现大量的装饰音，成为展现作曲家巧思及演奏者技法的重要特色。这首曲子也不例外，使用了好多的装饰音。我每次听到或弹到装饰音的时候，都觉得好雀跃。因为它让节奏律动产生微妙的变化，也把旋律线条装饰得好华丽，就像是圣诞树上的星星一样。少了它，这棵圣诞树好像就不完整。在聆听的过程，你也会很期待什么时候能够再次看到这颗美丽的星星。我弹的乐谱是大卫·罗素改编的版本，他本人在弹这首歌的时候，也是使用我们在以前的影片中提过的复弦弹法来处理装饰音。虽然使用复弦弹法会大幅增加演奏难度，但却能够再现大键琴或管风琴等键盘乐器的声音效果，也能让装饰音更加清晰、明亮、突出。使用在巴洛克音乐上，真的是相当完美的搭配。接下来要讲的是一个我觉得好有趣的变化，因为上述提到的乐段会一直在乐曲里不断重复出现，所以当你在第31小节听到这个乐句的时候，你会预期下一句一定是跟之前听到的一样，是长这个样子。但事实正好相反，它后面出现了一句完全没听过，但是又好像有听过的句子。为什么说这是个完全没听过的句子？因为它真的不曾在前面出现过。那为什么又说好像有听过？因为它真的好像有在前面出现过。那为什么又说好像有听过？因为他在模仿我们已经听了好多次的开头第一乐句，而且是用比较悲伤的小调来模仿。甚至如果你继续听下去，会发现接下来的音乐都是似曾相识的熟面孔，只不过这次音乐已经从大调的轻柔呼唤，变成带点哀伤的小调语言。
在好多年前，我第一次弹这首歌的时候，最不喜欢的就是这后半段，因为当年的我觉得这段好像没有开头那么好听，而且练起来又比较难。但现在我反而觉得这段是整首歌最吸引我的地方。原本前半段一直都是平和轻柔的大调音乐，却在突然间进入了感伤内敛的小调氛围，而且是使用模仿的方式，它带来的反差与震撼会是很强烈的。当年的我可能只想弹乐曲的前半段，不太想碰后半段，但现在我可以很肯定的说，如果少了这后半段，这首乐曲的动人程度必然大幅逊色。如果说乐曲的前半段是对于沉睡者的轻柔呼唤，这后半段就好像进入了沉睡者的梦中一样，梦里有幻想与希望，却也有更多不可解的哀伤、困惑与彷徨，使得沉睡者一直深陷其中，难以苏醒。我想，如果要唤醒沉睡的人，呼唤者也许真的要走进沉睡者的梦中，共同感受并面对一切。唯有这样，才能让沉睡者真正听到这一声“醒来吧”，有声音在呼唤着我们。
即使是在古典吉他音乐中，巴哈也占了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其作品蕴藏了高度的艺术深度及壮阔的音乐风景，值得每一位爱乐者细细去穷究及感受。巴哈的音乐也是极少数在我完成影片录制后，仍然会想反复弹奏的作品，因为它是如此的深刻又耐人寻味。最后，虽然这已经是我第4次在这部影片中说这段话，但我还是很高兴，我终于能够把它讲完了。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